我拿到癌症诊断书那天，撞见老公陪着公司新来的小秘书做产检。小秘书见到我，毫不掩饰地挺起孕肚：“嫂子，秦总是心疼你，怀孕的辛苦都要妹妹替你受着。”老公抚上小秘书孕肚：“别不知好歹，你常年吃药，就是怀了孩子也不能要。”我被气到当场喷黑血，秘书却笑我演戏都演不像，这写的色号倒像某西西爆款血浆。老公嫌恶地捏住我的脚腕，直接将我拖进医院的停尸间。这么爱装死是吗？今天就让你装个痛快！我挣扎求饶，告诉他诊断书结果，医生嘱咐今天就要住院化疗。他却仿佛听到了好笑的笑话一般，声音冷得像脆了的冰渣子。知道我这个人容易心软，就敢拿这种事情来骗我。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为了惩罚我，老公锁上停尸间的门，直接拉过秘书抵在门上，皮带扣撞击铁门的闷响，混着我求救的声音回荡在医院99。万念俱灰下，我拨通了老公死对头的电话：“我帮你弄垮秦氏集团，让秦兆川身败名裂。”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拿到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我站在医院的长廊上，想给秦兆川打电话，联系人的界面被我点进去又退出来，却在医院长廊的尽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秦兆川扶着公司新来的小秘书温晴刚从妇产科走出来，二人有说有笑，眉梢间全是出为人父母的喜悦，胃里的灼烧感一阵阵地涌上来。我与秦兆川的眼神恰好四目相对，秦兆川迅速脱下外套遮住温情的小腹，神色紧张。我只觉得讽刺，双手握拳愤怒道：“有什么可遮掩的？难道是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妇科病？你话说的太难听了，人家小姑娘清清白白，你别泼脏水。”被他护着的温情朝他身后缩了缩，倒真是一副被我吓怕的样子。是我这几天恶心还想吐。秦总也是关心下属，才推掉与秦氏集团的合作，亲自开车带我来医院的。秦氏集团的合作是我带着团队熬了几个通宵才拿到手。秦兆川面色不愉，有些不耐烦：“你熬了好几个通宵，不是告诉你在家里好好休息，跟踪我都跟踪到医院来了，一点也看不出来你有哪点像身体不舒服的样子。”胃里突如其来一阵尖锐的疼痛，我死死将指甲扣入掌心。秦兆川，你曾说过，无论是生意场还是感情上，你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背叛。当时我是怎么回答你的？秦兆川面色难看，泪水滑落在脸颊。我唇瓣用力地抿了抿，才开口：“我说我也一样。”看着我崩溃难过的表情，秦兆川柔和了语气：“江南，你懂事一点，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这些年又粗又野，活脱脱像只母老虎，哪还有半分女人该有的温柔模样？你乖一点，顾氏太太的位置永远只会是你。顾氏集团越做越大，我总得为顾氏的将来做打算啊。晴晴已经答应了，生下孩子就交给你抚养。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攥着手里的报告单，心里生出了一股悲凉。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窝在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那时候他说我坚毅要强，能独当一面。我陪着他风吹日晒跑业务，本来白皙细腻的皮肤也逐渐变得粗糙蜡黄。饥一顿饱一顿累积下的胃肠绞痛，也只能靠塞大口的药物抵抗。总是想着公司上市就好了，可如今那些共苦的岁月竟成了他刺向我的一把利剑。
秦兆川，我们离婚吧。秦兆川高高在上的面容瞬间凝固，他语气里带着不可置疑。江南，你到底在闹什么？晴晴已经一退再退，你别占了便宜还卖乖。温情扭动着腰肢，言语挑衅意味十足。秦总也是心疼嫂子啊，怀孕的辛苦都要妹妹替你受着。秦兆川抚摸着温情的孕肚，你别不知好歹，这些年你吃过多少药，以后怀上孩子也不能要。晴晴主动替你分担这份辛苦，你该感谢她。看着旁若无人在我面前调情的狗男女，胃里的灼烧感无法抑制地开始上呕。胃里的灼热吐了出来，沾染着黑色的血浆。离我最近的温情和秦兆川首当其害，特别是温情，她身上的裙子沾满酸臭的呕吐物，混合着黑血，狼狈又惊悚啊！这是秦哥哥买给我的限量款。他气急败坏，狠狠将我推倒在地。吵闹声惊动了周围的医护人员，他们欲上前搀扶的动作却被秦兆川眼神警告制止。少在这多管闲事，都给我滚蛋！该忙什么忙什么去。看过我病历单的医生刘杰还想上前说些什么，就被温情揪着头发扇了一巴掌。秦总的话你当耳旁风吗？年底的奖金还想不想要？这家医院是顾氏产业下的私人医院，光是福利奖金就有成批量的医学生削尖了脑袋想挤进来。几个比较老成的医生陪笑脸嫁走了那个年轻的医生。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一个肿瘤科医生跟着掺和什么？女人间的争风吃醋没见过。围观的人群跟着哄笑后散去，我来不及难堪，只觉得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拉扯胃里的神经，疼痛一波又一波的狠狠撞击着胃部，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我本能地朝着秦兆川求救：老公，我胃好疼，我吐血了，快叫医生来！秦兆川见我发丝都被冷汗打湿，眼中闪过怜惜和惊慌。老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我马上喊医生过来。耳边传来温情阴阳怪气的惊呼声。楠姐真是让人羡慕，不管你撒多少次谎，秦总都会无条件相信你。秦兆川甩开温情缠绕在他脖间如水葱似的手指，声音冷若冰霜：滚！我老婆要是有一点事，我饶不了你。被甩开的温情眼眶立刻红了半圈，抽抽搭搭的开始掉眼泪。秦哥哥，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血的颜色怎么会是黑乎乎的一片？从前他每次以身体不舒服骗你回去，你都信他。楠姐也是演戏上瘾了，这次还专门去买了血浆来骗你。他用力呼气，同时带动嘴唇抖动。看这血浆的颜色，估计是过期了吧？偏偏秦哥哥你还信他？秦兆川要抱起我的动作停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被戏耍的恼怒和厌恶。手劲一松，我结结实实摔在了地上。江南，生意场上的手段你也要用在我身上了吗？我倒真是小瞧了你。没有，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有体检报告。他夺过报告看都没看，直接塞进了垃圾桶，转头对我语气讽刺：继续演，还有什么道具都统统拿出来，要不是晴晴提醒我，我真就被你骗了。温情眼里都是得意，她扑进秦兆川怀里撒娇：呼，我可是你最聪明的小秘书。我疼的声音都在颤抖，求求你救救我，我好像要死掉了。好痛，我好痛啊！秦兆川嗤笑一声：这么爱装死是吗？那今天就让你装个够。他抓住我的脚腕，我疼得浑身没了力气，像条死狗一样瘫软着，任由他拖拽着。
黑红色的血浆在医院的长廊上划出很长很长一道，一路延伸到了停尸间。我眼睛瞪得滚圆，满是惊恐与哀求。你要干什么？秦兆川，你疯了吗？温情得意极了，装模作样的劝我。楠姐，秦总也是为你好，你既然这么碍眼，不如就在这里好好学学，下次别再拿廉价的血浆唬弄人。停尸房的铁门咣当上锁，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拍打着门板，救命啊！门被关上，我本就虚弱的求救声也被隔绝，寒意裹挟着刺鼻的福尔马林味扑面而来。我瘫倒在地上，双腿蜷缩，缓了好一会才有力气掏出兜里的手机，哆哆嗦嗦地按下朋友同事的号码，听到的却全都是嘟嘟嘟的挂断音。怎么会这样？门外再次传来秦兆川的声音，是洞察一切的藐视和嘲笑。江南，你够了，还想折腾多少人陪着你演戏啊？我都打好招呼了，没有一个人会再上你的当，你就待在里面乖乖受罚，等我气消了就放你出来。我张了张嘴想要呼救，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发不出一点声音，心中最后的希望也轰然崩塌，恐惧与绝望将我淹没。为了惩罚我，秦兆川直接拉着温情抵在停尸间的门上，向我挑衅。不要啊，秦总，在这种地方怎么可以呢？而且楠姐还在里面，她都会听到的。你就放过晴晴吧，晴晴不想做那种随便的女生。温情的欲拒还迎让秦兆川更兴奋了，这样才刺激啊！不是说要陪我解锁100种地方，今天这地多难得啊！门上的撞击声不断的传来，生生砸在了我的心坎上。我眼里的光彩一点点暗淡，胃里传来的抽痛让我回神。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费劲地爬起来，却因体力不支，整个人直愣愣倒了下去。砰地发出一声巨响，巨大的声响引起门外人的注意。江南，意识朦胧时，我恍惚听到了秦兆川的声音。听到响声的秦兆川狠狠地踢了大门一脚，他泄愤似的喊道：江南，你有完没完？我说了，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别再费尽心思引我的注意了。我瘫倒在地上，喉咙像是被灼烧般嘶哑干涩，发不出求救声音。外面传来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秦兆川带着温情离开了。我拨通了最后一个求救电话，秦氏集团的对家，秦兆川的死对头。我帮你弄垮秦氏集团，让秦兆川身败名裂。若我们2人达成交易，顾氏集团1个月内就会土崩瓦解，你舍得？傅思瑶带着戏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不舍得，不需要1个月，10天足矣。秦兆川，10天后，我等着看你疯。从医院醒来的第一件事，我将秦兆川7年前送我的求婚戒指直接丢进垃圾桶。秦兆川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起被遗忘在停尸间的我，他带着温情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潇洒。住院休养的这段时间，我联系了律师做离婚财产清算。我这边紧锣密鼓忙着与傅氏的合作，秦兆川也在忙着替温情筹办生日会。本无交集的日子里，却收到秦兆川发来的信息，附带一个地址：老婆，有惊喜给你。包厢里烟雾缭绕，纸醉金迷。秦兆川岔开腿，让温情坐在他的2腿之间，抱满青筋的右手紧紧握着女人露出的那截细白的腰肢。他们旁若无人的拥吻缠绵，周围的人见怪不怪。小秘书的生日会，出席的却全是集团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挨个看过去那些并肩作战的同事，眼前浮现的是那日我被挂断了数次的求生电话。
他们谄媚奉承着秦总真是人生赢家，事业上有贤内助鼎力相助，出来玩还有小嫂子这样的客人陪着。秦兆川大力在温情的腰上掐了一把，惹得对方娇叫连连。娶妻当娶贤，那妾应那美。江南身体垮了以后，这也不让碰，那也不让摸，不是这疼就是那痛的，败兴得很。我憋得都快功能障碍了，总得找个人解解痒吧。不过我拎得清关系，江南是我要相守一生的女人，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温情不满地扭动着身子，娇嗔道：“秦总就这么离不开他吗？那你把晴晴当什么了呀？少在这酸，亏待不了你。”秦兆川安抚似的在温情的红唇上嘬了一口，从兜里掏出一枚鸽子蛋钻戒，松垮地挂在中指上，用舌头勾下来，就给你，惹得怀里的女孩娇笑连连。有人借着酒劲开玩笑：“秦总这么爱嫂子，就不怕嫂子和你离婚吗？”秦兆川神色淡淡：“江南除了我没有其他家人，他视我如命，不惜丢了半条命陪我创办顾氏集团。他舍不得我，也舍不得顾氏集团。”其他人赞同的点头：“是啊，嫂子为了拿下项目，整夜的熬。顾氏的核心技术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秦总这一招真是高明。”我胃里抽搐，感觉一阵的恶心，惨白着脸推门而入。看到我出现，秦兆川眼中盛满不悦。我知道定位和短信都是温情发的，可我还是来了。听见温情笑着叫我嫂子，秦兆川冷下脸瞪我，说了多少次身体不舒服就在家休息，还到处跑什么？对不起秦哥哥，是我让楠姐来的，我想为上次的事向楠姐赔罪。眼看温情委屈巴巴低下头，秦兆川软了语气，哄着他说：“赔什么罪？你看他不是没事人一样站在这了。”温情眸子亮晶晶地抬起，试探我的态度：“楠姐，你知道我的身体不能喝酒，果汁代酒敬你一杯，向你赔罪。”秦兆川眉头轻蹙，眼中满是不耐，催我喝下那杯燃了火焰的高浓度威士忌。差不多得了，晴晴好声好气求你，你还端着，明知道自己酒量好还搁这装，真没劲。我心一横，大口咽下了浓烈的辛辣，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却只能拼命压抑。气氛回归热闹，我即刻将离婚协议书夹在合同里，摆在秦兆川的面前。秦总，这里有份合同需要你签字。包厢灯光昏暗，忙着跟温情调情的秦兆川如我所愿，来不及详细看一眼内容，直接签字。然而当我想要拿回合同的时候，男人却突然按住我的手，若有所思地问我：“所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我签一份合同？”我点头，秦兆川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2秒不到，他又触电一般发现了什么。“江南，你戒指呢？”我淡淡回道：“戴了7年，款式腻了。”假装没有看到秦兆川脸上凝住的错愕。我转身走出包厢，等电梯的时候，我接到傅思瑶的电话。他说我开出的条件傅氏已经安排妥当，我可以随时抽身而退。最后我说：“傅先生，合作愉快。”话音刚落，我身后传来秦兆川的声音：“傅家，你要跟傅家合作。”挂断电话，我看见站在身后神色大变的秦兆川，我面不改色的撒谎：“一个大学同学，他们公司最近在跟傅氏对接业务，跟我吐槽傅氏难缠。”我就顺口回了一句：“合作愉快。”闻言，秦兆川顿了顿，似是不放心的再三提醒：“傅氏集团当年害死我妈，傅思瑶跟我更是死对头，顾氏永不和傅氏合作，这是规矩。”电梯刚好到，见我落寞地走进电梯，
秦兆川怔怔叫住我，我没有回头，只问还有什么交代的？去挑一款你喜欢的戒指，钱我转给你。坐上电梯，点开秦兆川的对话框，一串长长的转账金额。包厢里听到转账被退回的提示音，秦兆川不由得握紧手机。凌晨2点，我清理掉这个家所有和我有关的东西，大到家具电器，小到锅碗瓢盆，都是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一起满怀爱意，共同挑选。那些我们每个节假日互相赠送的礼物，都被我珍而重之地好好保存着。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得到的爱很少很少。大学被秦兆川激烈的追求3年后，我心动了。在一起后，我才知道他是富家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是富家2公子众多的情人之一，到死也没能等来富家接他进门。秦兆川记恨在心，改随了母姓。他很在意自己身世，于是在毕业之后靠自己创立公司。傅思瑶是傅家的长房长孙，拥有秦兆川渴求一生的一切。秦兆川与他暗暗较劲，他要证明给傅家人看，他比傅思瑶更适合做傅家继承人。我陪着他创业，公司做得有声有色，却熬垮了我的身体。为了能调理好身体，秦兆川让我放弃工作，回家休息。就在我离开公司1个月后，他聘请了一位年轻貌美女秘书温情。他说温情像极了大学刚毕业的我，热情积极，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第一次见到温情是在秦兆川的副驾，温情吐了吐舌头，顾太太，不好意思，我来大姨妈宫寒。副驾驶有座椅加热，我提醒秦兆川注意分寸，如果他真的宫寒，穿着也应该保暖一些，而不是在经期的时候顶着寒风还穿着渔网丝袜，旗袍的开叉撕到大腿根。秦兆川却说我老土守旧，现在的小姑娘穿衣自由，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规定经期的时候不能穿丝袜旗袍。我患得患失，以为真的是自己的问题，直到在车里发现撕开包装口的避孕套，我发了疯一样质问他是不是出轨了。秦兆川却只是神色冷漠地看着我，歇斯底里，你有完没完？我跟他中间隔着套呢，算哪门子的出轨？我没有亲人，毕业后就一直围着秦兆川转，同事都劝我7年之痒可以理解，秦总只是换换口味，心还是在你身上的。你在他身上搭了这么多年的青春，如今拱手让位，你甘心吗？拿到报告单的时候，我动摇了，也想在所剩不多的生命里与他相伴，走完最后一程。可他却一刀又一刀，无情凌迟着我的心，我痛得厉害，只想将秦兆川一起拉入地狱，让他更痛更疼。准备离开的清晨，却见到许久未回家的秦兆川躺在我身侧刷着手机。见我醒了，男人让住家阿姨送来早餐，知道太太胃不好，先生一早回来就叮嘱我熬了养胃的南瓜粥。阿姨笑眯眯地把食盒搁在茶几上，早餐吃到一半，秦兆川冷不丁问我手机密码怎么换了，想换就换了，原本的密码是他的生日。秦兆川手中的咖啡杯悬在半空，迟迟未落。化验单取回来了吗？怎么都没和我说？我摇头敷衍，连话都懒得再说。秦兆川不悦蹙眉，似乎有话要说。然而他的手机正好收到一条信息：温情今天去产检，化验单我顺道帮你取。医院里，秦兆川如愿拿到我的报告单。2个小时后，办理完离职手续的我，坐上傅思瑶的车。我的手机响个不停，来电显示是秦兆川，我懒得接，干脆设置了静音。
傅思瑶看出我心情很不好，但是我没有主动开口，他便什么都没问，只是告诉我，故事医院撬来的肿瘤科医生刘杰的确是个人才。这段时间，他带队研发的抗癌阻剂出现成效，你的情况并没有恶化到不可逆转，确定要参加这次的抗癌人体实验。惊讶于我的决定，他诚恳地问我，如果治疗试验过程有任何不舒服，随时跟他说。就在我想着该怎么回答时，刘杰却发来一条视频。他说，江总、秦总和秘书的这段视频已经在医生群里传疯了。迟疑片刻，我还是点开了这条视频。视频画面一看就知道故事医院的监控录像截取而来。监控视频虽然没有记录声音，我却认出了秦兆川捏在手上的那张纸，是一份检查报告单。视频一开始，肿瘤科新换的医生双手比划着 X 光照下的影像图，在解释着什么。秦兆川却始终死死盯着手上的那份恶性肿瘤报告单，仿佛要将那张薄薄的纸钉出一个洞。站在男人身后，表情一直很难看的温情上前轻轻扶在秦兆川的肩头，双手环住他的腰，正要说话，却被秦兆川突然抡起桌上的玻璃杯砸向墙面的暴力动作弄得差点摔倒。瓷片炸裂的脆响里，秦兆川脖颈青筋暴起，双眼通红的近乎渗血，年轻发猛的温情一脸手足无措地傻站着。秦兆川转身走向温情，视频播放到这就没了。其实不必看下去，我也知道，无非是秦兆川哄着受惊的温情，在心怀亏欠的加倍补偿对他好。退出视频页面，我给刘杰发去消息，郑重声明我和秦兆川已经离婚。相比于他的情感纠葛，我更感兴趣加入抗癌人体实验。对面一直正在输入中的字样消失，他很快回复了一句收到。我将这段时间整理出的故事集团行业报告递给傅思瑶，这里面的数据精准指向故事集团成本漏洞、故事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想必很快就会传开。他手指有节奏地敲打在文件夹上，而我们已准备好接手所有客户。搬进新公寓第一天，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江南，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秦兆川的声音有些哑。因为我们离婚了。听闻离婚2个字，秦兆川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离婚？我们什么时候离的婚？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懒得和他掰扯，直接将那份夹在合同里的离婚协议书拍照发给了他，耐着所剩无几的性子说，律师已经在走司法程序了，这几天你就能收到离婚证了。江南，我不同意离婚，我做错了什么？你凭什么说离婚就离婚？听到这话，我嗤笑出声，一个人竟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对面还在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行为狡辩。楠，你不能因为我一时迷了心窍，就否定了我们7年的感情。我答应你解雇温情行吗？只要你肯原谅我，一辈子没有孩子，我也愿意的。你回家吧，我陪你化疗康复，只要我们夫妻同心，这7年来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难关。我冷漠地回答他，今天的这一切不都是你亲手造就吗？你还不满意？秦兆川的声音充满了苦涩。不是的，不是的，我的本意从没有想伤害你啊，我只是觉得这些年你太累了，想让你回归家庭而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我明明最爱你。听着他崩溃的声音，我毫无波动。你的爱让我恶心。我毫不留情挂断电话，又一遍一遍挂掉他再次打来。傅思瑶势在必得吞下了顾氏集团，
也履行合约，投入大笔资金资助了抗癌阻剂的人体试验。这项科研突破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癌症患者，正随着新疗法的问世，重新舒展成向阳生长的模样。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下，那些本以为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失落失望，在成就感的治愈下，悄无声息地被快速抚平，直至遗忘。庆功宴上，我应约来到酒店，傅思瑶身体侧挡着车门，护着我下车，动作连贯的都有些娴熟。你现在在我眼里堪比大熊猫。我知他是打趣我身体刚恢复，生怕磕绊，轻戳了一下他的额头。放心好了，我现在肯定比你健康。他低头笑了一下，眼神灼灼盯着我。江南，我的意思是……没等他说完，我只觉得手腕一痛，整个人踉跄着往后栽去。我并没有真的摔倒，而是对上了一脸愤然。江南，竟然真是你做的！顾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傅氏吃得骨头渣都不剩，那必然是集团高层有人泄密。秦兆川逐个清查过去，圈里得罪了个遍。现在男人铁青了整张俊脸，在等我的回答。秦兆川平生最恨背叛，无论再顶尖的人才，一次不忠，他便能做到永不再用。温情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楠姐，秦总怀疑了所有人都没有怀疑你，可唯独是你背刺了他，你对得起他的信任吗？我是心疼秦哥哥，只要你这次肯救顾氏，我就把孩子打掉，把秦总还给你还不行吗？沉默小半会，我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正手加反手，狠狠甩了温情一连7、8个清脆耳光。温情被我扇到双颊红肿，鼻血横流，他嘶哑嗓子哭喊着，转身欲扑进秦兆川的怀里。好笑的是，对方躲开了，温情扑空摔在地上，捂着肚子哎呦喊痛，看神情不像是装的。秦兆川看都不看他一眼，径直走向我，难掩颓废的开口：楠楠，我知道你是想报复我才跟傅氏合作的，如今你气也该消了，就跟我回去吧。我已经给温情预约了人流手术，你做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秦兆川做事想要拥抱我，然而还没等我有所动作，傅思瑶已然冷着脸将我护到了身后，语气不屑地对秦兆川说：不要对江南动手动脚，你看不出来他很讨厌你吗？秦兆川脸色刷得黑沉下来，一声不吭，将压抑许久的拳头愤然挥向傅思瑶。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轮不到你来掺和，当年你们傅家逼死我妈，如今又想来对付我。傅思瑶冷笑着，用手背抹去嘴角渗出的血丝，将我朝着酒店门口送了送。估计这会大家都等急了，你先进去，我等一会过来。拳脚无眼，他不想殃及到站在他身后的我。当着酒店门口迎来迎往的人群，我直接冲到秦兆川的面前，赏了他一巴掌，然后一脸唾弃看着他：你母亲插足他人婚姻当小三，带着你上门要名分未果，以死相逼，结果意外身亡。你生父也因为遭人唾弃，被傅氏除名，妻离子散。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正如今日的你，怨不得旁人，这一切都是你活该。秦兆川一动不动处在原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错愕、伤心，直至暗淡无光。他下意识摩挲着无名指的婚戒，似乎不明白7年朝夕相处的婚姻，我怎么会说变就变了？就像旁人总说他爱你，都爱到了骨子里的那些日子，我眼底的星光终究还是喂饱了他肆无忌惮的挥霍。恍惚间，
秦兆川听到我语带关切地问傅思瑶的脸有没有事，余光中又见傅思瑶心疼地捏了捏我的手心，问我手掌痛不痛。他忽然记起这些被自己践踏的温柔，也曾这样毫无保留地交付在他面前。江南，我才是你爱了7年的男人。你还记得我们新婚的那个晚上，你贴在我耳边说了什么吗？你说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但是却喜欢我，这辈子都只喜欢我。迎着男人盛满慌乱的眼，我风轻云淡道：秦兆川，别说7年，就是结婚70年，你背叛我，我也能毫不犹豫地离开你。四目相对，我从来没见到秦兆川脸上出现过如此失魂落魄的表情。他卑微至极地恳求我：是我的错，我不该对你朋友动手，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想怎么对我都行。男人说到至此，毫不留情地将眼肿脸肿的温情薅了过来。我让他永远消失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和任何女人有越轨的行为，我一定。我打断秦兆川说：那是你的决定，和我无关。秦兆川，我最后说一遍，我们离婚了，你想死想活都和我无关了。傅思瑶护着我走进酒店包间时，我看到秦兆川眼里满是痛苦和悔恨莫及的物色，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我习惯性地将碎发捋到耳后，再抬眸，谦逊的笑容里藏着的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席间，我接到了曾一起在故事共事过的同事电话：江总，我们都是跟您多年的老部下了，还望江总别忘了多多提携救人。买卖不成仁义在啊，我们都跟着您生意场上并肩作战过，您要对付故事不要紧，总得给我们留一条生路啊。那日停尸间的寒气渗入骨髓，我攥着手机的指节发白，听筒里是机械的忙音，无一人肯隔着电话递来半分怜悯。他们笑着把顾燕晨脖梗处的口红印说成领带掉色染的。当我攥着撕开口的避孕套跑去会议室质问时，那些熟悉的面孔却集体沉默，最后只化作轻飘飘的劝慰：婚姻要睁只眼闭只眼，今日想要我掌心的生路，可曾想过当初将我推入深渊时，他们连块垫脚的木板都不曾施舍我。我毫不客气地挂了电话。作为傅氏集团掌控1半股权的东家，我立下一条集团守则：不得聘用在顾氏集团工作过的员工，也不与聘用顾氏集团员工的公司合作。离婚证到手后，我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秦兆川。通过我方不断收集到的证据，警方以秦兆川非法拘禁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时，那段医院监控的后半段也被人放到了网络上。视频里，秦兆川对着温情拳打脚踢，不顾他跪倒又爬起的苦苦哀求，画面触目惊心。有人立刻指出2人婚内出轨。那些本对温情抱有怜惜同情的网友又都倒戈一片，扒出他留学的时候勾引有妇之夫的导演被原配打上门后灰溜溜回国，而我向法院起诉，要求温情偿还我和秦兆川夫妻关系内送他的豪宅、珠宝。温情的生活从天堂又跌回了地狱。这些爆料霸占了热搜榜足足1个月。温情声名狼藉，回到老家想重新生活。秦兆川带她做流产的时候，为了躲人耳目，去了黑诊所，这导致温情很难再有身孕。这对于想靠婚姻改变生活的温情来说，希望彻底破灭。她嫁了一遍又一遍，过得越来越差。秦兆川狼狈入狱，本就只剩一具空壳的顾氏集团彻底破产清算。为了偿还合同赔款，
秦兆川不得已让人挪了母亲上好风水的墓地。作为抗癌成功人士，我被邀请到各大公益平台演讲。后排年轻的女孩站起身提问：专家提倡饮食健康，睡眠充足可以预防癌症。姜老师有新的经验分享吗？我指尖轻轻扣了扣话筒，声音比预想中更平静。远离烂掉的男人，那些用冷暴力消耗你情绪，用谎言践踏你信任，用为你好的名义折断你翅膀的，他们不是来爱你的，是来吸走你生命力的。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